当我在做这个的时候，我的这个是在这边，你看，是不是？这个，这样问懂？我不是这个。如果要推胸，就用手挡着，所以一般我都让你们推这个肩。你要推胸也可以，用手防一下啊。胸骨更会影响到肺啊。他会转，推这个肩。重心在后面，重心在后面，弯，坐着，对，好，步都不要动了，拉裆，手稍微弯一点点，不要变硬，好，这样子走，裆走，裆后面往后，不要到膝盖，不要到膝盖，用胯，对，胯，这个胯往前，有一点没有？后面那个对了，知道吗？你要去感觉它就是在走路中。我在走路的时候，你看哈，我走路最后那一下，我啪一下，不影响我走路的姿态，它才对。你如果说我走路推一下就错了，影响到你走路的姿态了，这样不懂？所以我在推这个东西，在推它的时候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我，好，我推它这个肩就是什么？就是我在走路的当中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一延伸走了，这样不懂？我走路没有变，我走路。就这样子，我也没有用手推，也没有用腿推，那什么？所以这个力量必须在你的走路当中，而不是特别去出的一个力。它应该是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这才走啊，对啊，就再拉起来的时候，它才有那个。看我在哪边碰到你啊？看我在哪边碰到你？我刚感觉是到这边的时候，这个力量才会出来，是这样子？不是，你看我走一样嘛，我走路到这边，啪，你看啊，整个是不是？而不是一开始就。所以，哎，对，也不是这个，来一样，也不是说我碰到你了，啪这样子，是不是？这是两段。我走路没有变，我是一直在往前走，我是一直往前走到这边，当一延伸，就是这个啊，就是这个。当延伸，了解。听不懂？手也不推，腿也不蹬，就是往前走。啊，它算是那个当拉住了那个势产生的力。对，因为你用当拉出来啊，你整个体在往前走。你们有没有 ？Hello， 你们有没有近距离的站在一头牛的旁边？那个牛在走，你在它旁边，或者一匹马。我在英国的时候，就那个英国有一种马，你知道吗 ？Shire， 哇塞，那个好高，他们一般用来拉车，是不是？那个马背都有我头高，它不动哦，你站在它旁边，你都会怕。那个东西
牛，有一次我也是在英国教拳，我说哎那片草地很好啊，我们怎么不在那里？我就到那边去，结果里面全都是牛粪。后来那批牛就进来了，我就站在那个门的旁边，他们走过来啊，他也不理，他就那个眼睛斜一下，哇塞，那个牛哎，乳牛哎，又感觉到他们的力量，所以他们那个力量，你站在他旁边，他能把你蹦开，他根本不用做任何动作，他就前行，一般的前行，晓得吗？他那个体的力量就能把你弹开。所以他们在走的时候，为什么 Shire 那个车 ，Shire 那个马可以拉车？为什么牛可以拉车？为什么一般战马、一般奔跑的马，它不适合拉车？啊？那个力量的延伸性。善跑的马，它的力量是前后的，那种体型的马跟牛，它的力量是横的。所以当它在拖车，它的动作很慢，可是它的力量是横向充沛的。所以有那种力量的动物，它可以做重的功，可以拉车，它的力量是横向的。它的力量是横向的，不是单独往前的。所以当它缓慢移动的时候，就已经有力了。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当我的当一撑的时候，实际上它起来让我的身体变成这个样子，而不是这个样子。这样子是往前的，这样懂？我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你看啊，我如果是这个力，我是前后力，我约束到旁边。我是这个力的时候，它出来的是这个力，方向性非常准，很直的力，它是这个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刚才那个力不是，刚才那个力是我在走路的时候，它是这样子的，有体会到差别吗？有一个很微妙的，有体会到差别吗？它的宽窄度不一样，比较厚实，它比较厚。它比较有一个面，就是当我在走路的时候，我们在走路的时候，我们一般人在走路的时候都有一个面。我们在走路的时候，我们的力量并不是什么，我们并不是这个样子，我们走路不是这个样，这是一个线，这是一种力量。我们平常在走路的时候不是，我们在走路是这个样子的。这是一个面，这样懂？线可以穿透人，面可以推开人。这样能懂吗？所以我说，当我做这个的时候，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我这个三角的底，所以你不要变成什么？你不要变成这个，当你做成这个的时候，你变成一个线了，你没有三角的底了。所以当我在做这个的时候，我的这个是在这边，你看，是不是？这个，这样问懂？我不是这个。这是另外一种，这是穿透比较强。讲不懂？所以正面的时候，当我们正面的时候，正面是一个体，正面是一个面，侧面是一个线。八卦这个是想要做出来的是一个线，更窄的一个三角形。
啊。那你们刚才要做的这个是，当你的胯是这样子延伸的时候，它带出来的力量是什么力量？当我这样做，而身体不偏移的时候，它还是带出来这个面的力。这样不懂？如果出来你变成这个样子了，这个力量变了。所以你要维持到我走路的样子是在后面这个，还是一样，听不懂？所以移动当中要有力量，你必须用这个。你如果是这种移动，你这个移动当中没有力量，一碰就倒。这样能懂吗？那现在重要的是，你们还不会控制直线的时候，往前的时候，你那个两个胯的活动，你们不会控制两个胯，你看，不会控制这两个胯的活动。这个，它的活动其实没有很大，可是它要有这个活动。所以你们现在要去练习的是掌握这两个胯前后的移动。往前跟往后的时候，骨盆会往前跟往后吗？不行，骨盆去前面。对，所以就要你分辨。我说很多人用胯，他没有在用胯，他是在用骨盆。所以你如果用这个，你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，表示你的胯没动，你是骨盆在动，听不懂？所以在我们骨盆这个区域，有3个东西嘛，是很麻烦的，是我们练习的重点嘛，就是2个胯跟一个肩椎，就是2个胯跟一个肩椎。我这里说的胯，其实就是这个交接点，这边的交接点。你这么懂？可以。可以啊。我们讲的话，我看到最近看到有一个号称是什么骨骼专家还是什么的，他这个调整姿势的一个专家，他说他也在讲胯，他说胯就是髋关节胯就是髋关节，这个不完全对不完全对。他说我们讲的武术讲的那个落胯就是把髋关节往后移，这个就错误，因为对胯的理解错误的。练胯关节不能练，因为关节是一个空的地方是不是？活动关节，我不是说头骨这样的关节，能活动的关节，那个所谓的关节，其实它不存在，它是2个骨头交接的空隙，那个地方我们称它为关节。这个东西你怎么练？不能练。所以我们讲的胯是什么？是这个关节周围控制这个关节活动的那些筋跟肌肉，我们讲的是这个，所以它牵涉的范围很大。可是当我们在这边讲到用胯的时候，你有时候是用最主要的是这个裆一讲到裆的时候，就是这个裆两头的这个地方，我们也是称它为胯，因为你要控制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其他地方必须要控制它松掉。所以当我们在控制的时候，我控制我后面的胯，
那我其他你看，我控制这边了，我控制到这边，我控制到这边，这边，所以胯的周围你都可以控制，它全都属于胯，全都属于胯。可是它不是那个关节，我们在控制跟训练的不是那个关节，是能够控制它的、操控它的那些肌肉跟筋。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，你要能够控制这个点的控制它的肌肉，那你其他的地方全都要松，全都要松掉，否则你会用很多不必要的肌肉想要去控制它，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动，那个地方就没办法动了。所以控制关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松。最重要是松，松那个所谓关节的那个间隙，它才会出来嘛。那个间隙才会有那个空间出来嘛，紧就没有那个空间了嘛。所以第一个是松嘛，松了有空间了以后，我们才可以去尝试的把那个相关的地方控制它活动，这样子胯就能动了。我们就可以控制那个胯来做各种不同的角度的变化，跟传递不一样的力量。这样懂？所以要使用裆，你一定要会控制那2点，这2个小地方的活动。那前提你要去注意这个大肌肉要松。大肌肉要松掉，